Hello， 观众朋友好。大家好。Hello， 对，我是方伟，我是新田。上次有观众朋友说，这个晚上做节目，方伟把这个地方占了很多，搞得新田挤到边上去，觉得还好啦，向我表示抗议啊。真的、啊？怎么样？要不然今天这样？难怪刚才我们今天这样子。刚才大家说一定要我坐过来一点，原来是为了避。同意这么做节目的，打个1或者打个2。我看看1多还是2多？你这不是让人家难选吗？来，同意这样的打个1，再打个2啊，这样，同意这样的打个1啊，这个否则打个2。过来了。哎呀，好，大家好哈。永恒庄，谢谢。这叫做首发是吧？首发就是首个沙发。哦，今天你好，很多新闻呐，华人非常关心的新闻。对，都跟我们非常的有关系啊。对啊，今天我们好像有到一个度假村去哈。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去度假村去度假，我们去度假村去工作。没有了。本公司在度假村开年会嘛，对不对？所以工作搬到度假村去。然后还是你看打1了。啊，赞成这个打1啊！待会儿我怎么说乱填的？赞成打1。怎么会有人打1啊？还是你说是不赞成打1？我说赞成这样的打1。哦 ，OK。不赞成打2。那可能他有听反了，也有讲不定。对啊，这个 Run Fun 你要不要重新再 vote 一下？赞成我挤到，你这不是胁迫人家吗？赞成我挤到边上的去就打个1哈，不赞成打2，好不好？来，你再挑一遍哈，再挑一遍，人家不改变他的投票。每个人有2次机会，第一次完之后还可以有这个后悔哈。好的，行，那我们在这瞎扯嘛，其实是为了更多观众上来。是。对，上来之后呢，不是我们就是新上来就首先上来的观众，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啊，非常开心。就是及时的，我们一开播就上来，真的是很让我们感到鼓励的。今天好多新闻来，好多新闻。对，而且真的是值得我们非常关注，对吧？而且有些是直接可能跟我们华人相关的。同时呢，因为这个节目是周末聊天新闻聊天节目哈，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随时都打，我们就可以看得见哈，有可能停下来就跟大家说一说。好的。哇哦，这是我们的。对啊，我们的粉丝。你只是看到2就很。我们的粉丝。国之质子喜欢方伟的观点，但我不知道怎么加入。很喜欢听他讲时事。是怎么加入这个频道吗？就是点订阅吗？是指这个吗？对，你再说一下吧哈，到底对是说不知道怎么订阅，还是说要加入？不过这个还不是会员对吧？你要不要再过来一点？免得有人觉得不满，又向我表示不满。显得我不像个谦君子一样。这个不用显啦，就是大家能看得出来的。我努力要装个谦君子，不是吗？那起码看看我装的这个结果怎么样？好吧，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进入正题，好不好？好的。好，我先说一个啊，今天讲的其实是3个话题，2个话题，2个大话题啊，还有其他的话题也都是蛮重要的。第一个就是美国东西海岸都卷起社会主义大潮。对，其实照我来看，就是说。东西中都有。好吧，那我们先说东海岸的哈。这个曼达尼当选之后呢，你知道纽约客干什么？纽约客除了拼命搬走之外，不搬走的拼命蜂拥去买枪。在他当选的第2天，纽约市各个地方的枪店被首次买枪的民众挤爆，很多人是第一次买枪。然后呢，这个叫需求飙到历史新高，这是枪械教练说，他的课程全满哈，这是多位这个枪械教练，子弹也被抢购一空。哎呀，这个好像似曾相识，你有没有？对啊，似曾相识。在加州前几年的时候，对，是不是就这样的？是布鲁克林一家这个枪店的老板说，也形容这股买枪潮像是世界末日的备战。他说买枪的是什么人呢？从律师到水管工，各行各业都抢着上这个叫做 Smith and Wesson 的这个历史课。这点我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哈。Anyway， 反正就是买枪，并且说上这个枪支课程。那上个月的纽约警局 NYPD 的辞职率暴增35%。35呀，就是 NYPD 真的是不认同他的，因为他以前呢，这个曼达尼以前说他不仅是说要给警察
撤资地方 police， 而且他就骂警察，说他们是什么种族主义者等等等的，很难听的。后来呢，他就好像说他又为了竞选嘛，他后来就 walk back，就好像说我没有说要给警察 defund，但是呢给警察撤资，但是你看他就是最先，他不是要主政府了吗？他最先任命的2个人。对吧？一个是他的第一副市长，一个就是他的幕僚长。这个幕僚长就是帮他做这个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Safety，社区安全部门。其实这个社区安全部门就是他，就是说变着花样去defund police。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department， 它其实就是说，他说要把警察的一些职能要转移给什么社区工作者要转移给这个心理咨询专家，但是他的资金从哪儿来？就是从警察局来。对，就是搬钱过去。因为他是说在警察局里面设这么一个部门嘛，那而且要多少亿啊？我不知道，我忘记了，大概是8 billion 还是多少？反正就是就是很多的资金都是等于是就是把警察给撤资了。所以我说一下逻辑哈，这个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逻辑是什么？就为什么要 defund police？ 他认为这个警察是资本主义罪恶的代表，不符合人权。所以有人在街头如果拿把刀要抢你的话，你这个时候呢，解决方案不是叫警察来用枪这个阻止歹徒，而是叫一个心理咨询专家来跟他做心理工作。对，其实我劝你不要捅他，好不好？对，其实你就想到这个那次不是是在哪个州是北卡对不对？待会儿，玉兰有写2这个2现在今天对方伟来说是特别的抢眼，是吧？正义的这个不是这不能说正义，主持公平的观众出现。但是你看下面有个111，那4个1啊。王晶，你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连他4个1？他代表家里的四张投票，我觉得4个1只能算1票。赶快出现2，有没有人出现2？看看方伟还有没有点信用可言啊！在这个新田这个同在的时候，赶快来一位，来个2222，好不好？你这个拉票也太明显了吧！拉票！来，然后呢？刚才要讲什么来着？讲在那个警察defund police 嘛。好，然后呢是这样哈，这就是。旧金山跟这个叫什么来着？旧金山跟纽约全是这样子。叫做警察你少派多派一些什么社区工作者是做说服工作的。对，我刚刚想起来讲的是你看那个国之至子，对。哇，太好了，5个2，你看，哎呀，所以你看，在你的这个方伟时间频道，这个新田肯定占不上优势，拉票有效，可以理解。拉票有用，好。没有，我就想起来，就是前一阵子对吧，很惨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北卡吧，就是在一个这个公车上面，对吧？一个乌克兰的地铁上，乌克兰的一个女生下班回家的途中就被一个非裔的男子。就一把刀戳脖子戳死了，结果就说这个人呢，就是有 他是 mentally ill 的，是有神经病的。结果你说就是这种情况，如果在纽约，在曼达尼当市长之后，他不会去，如果发生这种威胁的情况，他不会去找警察去处理这个事情，他要找心理咨询师去跟这个人，跟这个凶犯去沟通的。你说这个。我不知道有哪个咨询师他会愿意去不是，这点就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哈。这个社会要教人做好人的话，就是4个字：惩恶扬善。做好事有鼓励有奖励，做坏事有惩罚。结果呢，你在街头抢人，人家跑去没有惩罚，跑来就说给你做点思想工作。咱不说这思想工作有没有用99%是没用的哈。那结果就是造成他这个做坏事的人胆子越来越大，反正做了坏事，结果就是来个做思想工作的一个什么人哈。那简直就是开玩笑，那就是会治安会迅速恶化。好，这么说吧，一句话总结哈，就是说曼达尼说要重新分配纽约的财富，那纽约客就用行动来说。买枪的纽约客用行动来说，那你来拿呀，就这意思哈。当然这是这网上的那个一些我那个网上的大 V 说的哈，他意思是说我拿枪是要保护我的财产，你要来抢财产，我来那个哈。好，我们说一下下个消息来真的了哈。那么在西雅图发生了什么？今天西雅图。大家可能真的听到这个消息，可能有的朋友其实我知道，在我的频道里那个下面有留言，但是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其实呢，纽约在东海岸。
西雅图就在西海岸旧金山上面嘛，北面。西雅图今年呢11月4号也选出了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市长，但是现在已经11月16号了，你说11月4号选，为什么现在才知道这个消息呢？他们就是比分这个得票数一直很接近，所以就一直在数不出票来。美国这个国家数不出票来。我到台湾官选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官选的，对不对？下午什么5点钟停止是吧？没有8点钟，反正就是8点钟，对，几个小时就出来了。台湾多少人呢？2300万人。他西雅图多少人呢？我不知道多少人。因为2300万人不是每个人都投票的。对，我的意思是说，他这个人口比西雅图多了，人家3小时能数出来，为什么西雅图要数12天才数出来？没有，他是12号。哎，12号，其实他最终到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数出来，只是说，他的这个对手啊，就现任的市长呢，就承认败选了，所以那一些媒体呢也靠了，就是说是这个，叫 KT Wilson。对，我先丢出我的一个疑问呢哈，数不出票都是有鬼啊，这是我的看法，你继续说。OK， 这个 KT Wilson 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其实今年也就43岁，跟这个曼达尼他是34岁。OK， 这个人呢也是名校毕业哦，牛津大学。修读物理和哲学，后来呢，有跟这个曼达尼相同的是什么？他是在西雅图从事社区组织和交通倡议工作，其实都是这种社区半辈子也没做过一个生意，对，也没上过1天班。不仅如此，他已经43岁了，结婚有小孩了。你知道他的谁出钱让他做社区组织工作哈？对，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在纽约当教授的，还在资助他。哇！因为他收入不够养小孩。怎么那么像那个曼达尼啊？那个曼达尼，你看他住的是什么？是那个房租冻结的，可负担住房。对，但是也是，就是说家庭很优渥的，对吧？爸爸是教授，妈妈是导演，一堆111进来。哎，你们，我没拉票，这是很公平的。你们不要再继续干扰我们的这个节目了哈，除了那个222的，其他人不要干扰了哈。来，继续来。OK， 所以他，你知道他的这个人呢，就 KT Wilson 哈，西雅图新当选的市长，他呢跟那个曼达尼很多方面很像，对吧？刚才讲到他的这种背景，就是说他们的家境很优渥，一样的，对，但是呢都是受父母的这个庇荫吧，对吧？长大的，但是呢，从事的工作呢都是什么社区啊或者非盈利啊这种工作。OK， 现在呢就掌握着一个这种大城市，因为西雅图好像是多少第5大城市，第几大城市？反正挺大城市的。你继续说，我马上就告诉大家是什么。OK， 如果我们还能相信 AI 的话哈。然后呢，他的政策呢跟这个曼达尼也是非常像的啊。他的政策是什么呢？有市府经营的超市，向富人征税，然后承诺让让城市免受川普影响，这是他的主要的一些政纲。OK， 然后呢，他是不是这个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呢？社会主义协会组织的人呢？不叫协会，我说错了，那叫做 DSA， 叫做Democratic Socialist of America， 对，是一个组织嘛。对，他不是正式的成员，但是呢，他是非常明确的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呢，我不会挥舞着社会主义大旗，因为我不是那种非常意识形态化的人。但是我不确定这个标签在选举中会不会对我有帮助。但是如果有人要这样称呼我的话，我没问题。你看，我把这个我简化一下好吧？说那么多话，我是社会主义者，我不会挥舞社会主义大旗。你说这言行不一致。但是你知道吗？就多言行不一致。结果我查出来哈。就是说，他今年9月份的时候，曾经向他们地方的，也就是说西雅图的 DSA 申请他们的推荐背书，还跟他们去做了问答。只是结果呢，这个西雅图的 DSA 成员呢，有部分成员就是反对，说这个人还不够格，不能成为我们的干部，就来代表我们这个组织去参选。所以呢，就是说他只是没有得到他们这个正式的认可，但是他希望得到他们的背书，是这么样一个人。OK， 所以牛津大学毕业的是吧？这些名校现在是不是都成了这个叫什么美国共产党的党校了？对啊，然后你看啊，他就是他的对手呢，其实也是个民主党人叫 Bruce Harrell，他是寻求连任的，但是呢，这个 Bruce Harrell 呢就没有他那么的左。结果他就是
他们这个数输多票就少票？输多少票，我没时间查微出来。弱差距，微弱差距，微弱差距输了。对。好吧，行，我们不用专注太多了，我们专注在大的新闻。所以就是说，对，所以就是说，大家可见呢，他其实是第一次参选哦。就赢了，就赢了。OK。所以那因为你讲到这个美国的东岸、西岸，对不对？对。中间好像看着还没事儿，但是其实呢，在中西部，就是 Minneapolis，他的那个 Minneapolis 的市长候选人，其实今年也有一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候选人，他去挑战，而且这位候选人呢，他已经是一个市议员了。OK， 这个人对。州议员，对对对，州议员就跟孟达尼也有点像，他也很年轻，才30多岁。州众议员。对，他这个人呢是索马里移民的儿子，出生在华盛顿特区的，他是自我定位 DSA 的，也获得了这个他们地方 Minneapolis 的那个地方的 DSA 的支持。OK。那而且很悬的是，很有意思是什么？他所挑战的人呢，其实是明州的，他叫民主农业劳工党 DFL， 对，就是民主党，对，就是在明州的完整名称。那像他，就说他挑战的人其实是属于这个党派的人啊。对。结果这个候选人呐，这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居然一度还拿到了这个 DFL 这个党派的60%的一个 endorsement。那就是对啊，这就是我说的嘛，鸠占鹊巢，布谷鸟把那个喜鹊啊。长大之后就把喜鹊推出去，自己占领人家喜鹊的巢，就对同样的意思嘛。对啊，所以这又是一个例子啊。对，结果他是以44%落后，对方呢是以53%当选的，但是你看已经很接近了。OK， 就是没有赢，对不对？对，没有赢。所以我要说一下哈，这个曼达尼拿下纽约市长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就 DSA 在全美各地就社会主义在全美各地就是纷纷出来抢位，只是纽约他第一个抢到，对，别的地方呢现在西雅图抢到了第2个城市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波士顿的市长这个 Michelle Wu 其实是一个华裔嘛，对吧？台裔的那个美国人，他呢虽然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 DSA，但是他绝对就是跟这个曼达尼是非常的志同道合的。他呢已经是担任了好几任了，好吧，等于3个城市几乎可以说是沦陷了。对，那个 CXU100 说 One and One 反 Iris不用麻烦了，我们这个话题已经过去了，我们除了达尔的人，我们这个话题已经过去了哈。这个来跟大家讲下一个重要的新闻哈，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在我可不可以再加一个呀？因为我觉得我们正在讲这个话题，我还没讲完嘞。你没讲完。我讲洛杉矶市长，大家知道洛杉矶市长 Karen Bass 我们要聚焦加州了。大家知道洛杉矶是什么？洛杉矶可是美国第2大城市哈，在纽约沦陷之后，洛杉矶市长有这个社会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出来抢市长的大位。这个是个华人，在洛杉矶也有 DSA 的候选人了。对，他的名字叫做瑞黄啊，瑞是 RAE 哈。OK， 然后是瑞黄正式宣布参选洛杉矶市市长。他什么背景啊？我只知道他43岁，也是个社区，也是个社区组织者。也是个民主社会主义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成员。民主社会主义党啊，因为我来翻译一下，就叫做共产党。他只是共产党，叫共产党实在是这个公关这个形象太糟糕哈，所以叫做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者哈。他呢在这个周6就宣布说，这个 Karen Bass 大家知道 Karen Bass 说他领导不力 ，Karen Bass 已经很左了，他说他人家领导不力。这个 Karen Bass 呢被拜登曾经当成是副总统的竞选的首选。奥巴马呢称他是一个杰出的这个叫做什么来着？政治人物哈。结果后来洛杉矶大火的时候，搞到稀里哗啦的，这个 Karen Bass 跑在非洲参加什么完全不相干那个活动，他的城市都烧得稀里哗啦的哈。结果闹出很多的丑闻。好，那么这个瑞黄就说说这 Karen Bass 呢是这个叫做洛杉矶的建制派哈，对他的领导不利表示激烈批评。批评他什么？你知道批评他救火不利吗？他是批评他什么呢？批评他这个就是处理这个叫做 ICE 的事件表现失望，处理无家可归者问题上表现失望。那意思就是说，无家可归者你造的不够多，我认为哈。然后对 ICE 不够狠，抵抗的不够坚决。然后说这个瑞黄说自己的竞选是一个改变的时刻，他就要对抗这个 Karen Bass 这样的洛杉矶的建制派哈。他说我将对抗建制派和亿万富翁阶层，我的竞选绝不接受任何企业捐款。
他能不能说他的这个竞选不接受他们党的捐款？好，另外呢，他呢就是结果《洛杉矶时报》采访他就避免直接把自己跟曼达尼比较，但是他说他希望获得当地的民主社会主义分会的背书。这个洛杉矶的民主社会主义分会就 DSA，刚刚庆祝了曼达尼的胜选，所以这又是一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做社会主义的行动又不敢打社会主义旗的你怕他干嘛？你有胆做不跟有胆说呀，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第3个城市。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讲了4个城市，4个城市全不是小城市啊。纽约一个城市，西雅图已经拿下来了，这个明尼苏达这没拿下来，然后现在竞选出来的是洛杉矶，所以这是全美的一个现象，大家是纷纷出来抢位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最近也听说了嘛，就是那个前国会议长。民主党的国会议长Nancy Pelosi 退休了嘛，我就记得前些年的时候Nancy Pelosi 她就是被这些年轻的，其实都是就倾向于这些社会主义的堵在门口嘛，对，堵在门口，然后就是他们还邀请他去讲话，但是就他一到场的时候都跟他在那里抗议嘛。但是在那个时候，就说我就可以看到你们就可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演化。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还只是说跟他抗议，他可以说是民主党建制派，对不对？但是演化到现在，像 Karen Bass，都会被他们叫成建制派，所以你就可见他这个所谓的 progress 已经他们真的是进步了很多了。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也要讲一讲旧金山。虽然旧金山呢，就是说去年是选出了一个温和派的市长，其实旧金山现在有一些改观包括就是说像这个砸窗，砸车窗已经真的是很少了，改善好多了，对，改善好多。然后那个无家可归者呢少了很多，其实呢跟这个市长当选是有关系的，当然还有 Proposition 36嘛，就是47号提案的这个翻转，就是说他反这个温和市长是这意思吗？现在但是我觉得旧金山也是就是说也有可能就是像洛杉矶这种趋势，为什么呢？像昨天他们就是有大概200多人，是说来自工会和社区组织的抗议者，他们就是进行游行抗议他们是什么口号呢？他们口号是说人民优先于亿万富翁。你想到没有？刚才那个瑞煌他打的旗号之一，还有曼达尼，曼达尼说他都认为亿万富翁不应该这个世上在纽约存在，对不对？所以看这些人昨天。他们是到这个旧金山的富人区，叫太平洋高地 （Pacific Heights），像那个 David Sachs，就在那儿的，就是高科技，旧金山的高科技叫做什么领袖人物。对，他现在是在白宫，被跟马斯克一起这个叫做什么来着？挽着手进到川普阵营。对，而且他现在还是川普的那个川普的 Cyber Czar 叫做什么来着？叫做。反正互联网沙皇，对，那这个我去过那里，因为那时候就是说是支持川普，川普到他家不是他们帮他办这个筹款会嘛，还有像这个Oracle 的那个 Larry Oracle 的Larry Ellison 都住在那儿，OK， 他们就到他们这个区，而且到了他们的门口，David Sachs 还有 Larry Ellison 他们家的门口去抗议，举着牌子。然后呢，就说这个是 people over billionaires， 然后其实呢，这个就是指向他这个顶层的这个1%的富人嘛，所以他们就说要站起来抵抗反抗巨头还有就是说还在那里，反正就200个人结果被报道说是声势浩大，你知道吗？所以从把这个媒体拎出来，对，世界日报。然后你知道他们《世界日报》到底是什么情况？他们的诉求是什么？说我们要让富人缴税，让亿万富翁支付他们应缴的份额。我们需要用这些资金建设一个所有的人都能蓬勃发展的世界。好吧。你觉得这句话，你会有什么评论吗？什么评论？那就是花光富人的钱呗，大家共享贫困呢。但是对，而且呢，我觉得有一点我不知道是他们是不知道呢，ignorant 呢，还是说是就是罔顾事实。其实就是说，不光是在纽约旧金山这些地方，全美的统计1%的人，富人，他们支付了
缴税的40%以上，像在纽约是48%，在旧金山也是差不多，就将近一半的税其实都是富人缴的，倒并不是，就是说，因为富人的，就是说，在美国这样的一个资本社会、自由市场的社会，富人跟在这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富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现在所诉求出来的，就是把他们等同，对吧？因为在美国这样的一个你们人人都有均等机会，对吧？而且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的话，这些富人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自己的智慧，对吧？而且就是创造了财富，而且他们的创造呢、创新呢，是给了很多人就业机会，同时他们还把钱税给付出来了。但是他就说，因为你们富我们穷，所以你说对，我知道你观点，但是说了也没用啊。他们你说他是傻还是？所以你说啥？他坏嘛？是不知道。他就是选择这样的，这就是夺权的方法。就一定把仇恨要引向亿万富翁啊。其实很多资助他们的人就是亿万富翁，这些人自己要去夺权力的。对呀，方伟，我想起来一件事情啊，以前你不是讲过吗？就是因为讲这个美国宪法呀，对吧？就是说还有这个共产主义在美国的渗透，以前就是说他们是搞身份政治，为什么？因为美国的经济非常好，对吧？他们就没有办法像在中国啊、古巴这些的，就是以经济，对吧？就穷人不够多，他的部队不够多。现在是不是有那个趋势了？什么趋势？就是他们就说，一个是这种，就是他们用贫富不均啊，来作为这个一个手段呐。对啊，当然是啊。是有所变化了没有？你觉得？有所变化了没有？以前就是用身份政治啊，用这个种族嘛，对吧？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用经济上面的。对，是有哈，是有一些变化，现在往那边倾向过来了，因为社会主义夺权的方法是什么呢？很简单哈，就是在一个社会，一个本来是 OK 的一个社会，正常的社会，没有分裂的社会，他要夺权，一定要分而治之，一定要拉到他的人群、他的部队，然后把对方对立。他怎么去拉到这个部队呢？他就要做个选择，要么选穷人。可是美国在历史上穷人比较少，穷人不够多就不够，然后他就选黑人，选这个叫做拉丁裔的，然后选这个女人，包括女性哦。然后从60年代，性别肤色，对，然后这些共产党就在美国的女性耳边一直说，你要知道，你别以为你过得很幸福，你过得一点都不幸福。啊，女人都是被男人欺负的，你应该过得更幸福，就挑拨离间嘛，就那么起来的哈。那到了现在呢，确实，黑人也好，拉丁也好，也有可能不够了。他就只要他发现有人这个叫做这个生活困难，他就说这个把这些人拉到自己怀里，对，就是包括把穷人拉过来。对啊，你看，包括那个年轻人嘛，对，对不对？对，年轻人都不能说是穷人，对不对？对，年轻人还没有开始走上挣钱之道，他就跟他说你 entitled to， 你就是该有钱的。人都会，你知道，人心啊都有那个妒忌心，或者说叫做不劳而获的心，所以呢，有人在耳朵里一直说，你应该，你在美国，你就有权利这个获得这个叫做免费健保，你有权利免费坐车，你有权利拿到免费的房子，你有权利，谁不爱听这个话？就是，对不对？就这么把他的部队弄过来，这就是共产党的叫做经典打法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是不是走近了一步？对，是，反正就是，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啊，就是挑拨离间，挑动人的叫做好逸恶劳和这个妒忌心、贪婪心，然后就是抢钱呐，比这个创造财富要容易。是啊，就是这意思啊。对，所以你看，就是说，其实需要知道这些事实，其实非常重要，对不对？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我们观众说，刚才观众挺好，说了一个 Billy 说了哈，Smith and 我这个Wesson 是手枪品牌哦。你看我们的观众的那个大脑聚在一起，那就是个 super 大脑哈，是，什么都知道。我们不知道咋回事，问大家，就有人说，对，还是你看有很多那个我们已经这个话题已经结束了，是吧？好，方伟获胜，话题结束，正式结束。有人批评《世界日报》是中共党报，《世界日报》跟1300中文电台都做得离谱。我想讲的是洛杉矶的哈，好，那么怎么样？我们这个话题讲完没有？要不要往下继续了？好的。好，继续之前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赶快黑五，赶快说一下，好不好？对呀，因为我黑五了。这两天不断的收到我们观众朋友就不同的询问啊，或者说有的朋友，比如说他订那个红海参，他本来就是说，因为他已经买了一盒，因为他那个先生就是做手术嘛，他就很急，让我就是帮他订了之后就回来要回订嘛，他说再订一盒，因为2个人一起吃有点快。我就跟他推荐，我说他其实是黑五刚开始的后一天，我说
现在有黑五了，你如果买就说买到就是能够有450块钱的话，就可以送一根这个景山黑参呐，就是真的是很棒的这种黑参啊，一根嘛。结果他一听，他说哦，那好啊，我就多买2盒，买了3盒呢，就超过了450。结果他后来再一想，他说：“哎呀，我已经快将近700了。如果700的话，就有2根红参。”他说：“我可不可以再订1盒？”我说：“那当然可以呀。”所以就是说，这买下去没边了。因为订到1000的话，又有送这个就是生津嘛啊，这个元津。大家知道我们家谁在买东西啊？我们家那个每天回来啊，那个门口就真每天回来，你夸张。我觉得这个新田其实好像跟方伟一样都挺忙的，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挤出时间来不断买东西。我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美国的经济是由女生支持的哈，因为要靠我的话，美国经济早死了。我这个一年你不吃不喝不用吗？我一年在网上购物也不超过多少次，大家猜看，一年在网上购物不超过1次啊。这个新田是每小时不超过不减少1次啊。所以这个美国经济，感谢众多的女生，我这样说的对不对？女生是这个保持、挽救、支撑美国经济的重要力量。没有啊，就是所以那也有好的 deal 的时候就对，就因为黑五真的确实是不敢打击新田这个推黑五的这个叫做努力啊。没有，因为我觉得哈，就是确实我们从观众朋友那里得到，我们其实就是说给大家推荐的几样东西，真的都是非常好。这那么是不是？对啊，绝对不会也不敢推荐假东西哈。对啊，因为比如说这个或者不是最好的东西，这个德国面膜，哇，这个大家一直在等，对不对？就等到黑五有很好的价格。那么因为当然就是说，不可能变回说去年黑五的价格，看清楚一点的。OK。对德国面膜，它这个是玻尿酸补水的，就是用过的非常好。大家都在之前就有朋友问说，哎呀，什么时候黑五啊？可以再多买一点囤货。这个玻尿酸面膜有多好？我一句话大家就听明白了哈。这个新田自己用完，还把剩下的贴在我脸上，不是剩下的好不好？它有3层，特别持久，是不是？哎，你这个我们要说准确，3层对吧？有1层给你，我不是用剩下的。然后就是剩下的，相信范伟打个 A， 不相信范伟打个 B。那这次呢，其实就是说价格也还是非常好，但是我觉得比去年更好的是什么？你如果买4盒也好，买8盒都有送，你知道吗？比如说有人打 A 了 ，Cindy 是我的粉丝。Cindy 很棒。我真的这个要趁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等于是像一个隐藏在那里的珠宝，我最近一直在用。你如果买多盒的，大概是我忘了4盒还是6盒8盒的，反正大家可以网上去看，他会送你一套这个韩国的护肤品。它这个护肤品不是就是说是精华，就是说精华液啊什么的，是你平时可能不太用到的，就是没有不知道的。这个呢叫提拉霜，这个提拉霜哈就是特别方便，你晚上就是抹好了所有的东西之后，你就把这个往脸上这么一抹啊，它是透明的。一抹之后，你说实话，我先插一句话，男生不要跑啊，不要掉线啊。这个你仔细看完之后，给太太买了之后，太太会对哦，你太太真的会，太太一定会觉得，它就是透明的，然后就像脸上一抹哈，它就会形成一片这个膜，然后呢你就睡觉，第2天早上起来，它就是会接着它会提拉。哇，这个真的是很有效，这是可以送的吗？买那个玻尿酸就送吗？买玻尿酸面膜就送这2个。这个呢是隔离霜，隔离霜就是说你涂了防晒霜之后要涂个隔离霜。隔离霜呢，它其实是隔离那个紫外线啊什么的，所以呢，就算在冬天其实也要用的。韩国人他为什么皮肤那么好？就是我有朋友说，这个冬天都要用的。所以呢，这个2个你要买的话是129大概。哇，这是送的。这个是送。所以为什么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因为平时没机会讲。虽然方伟一点都不喜欢用这些东西，但是推荐大家来用。买给你的太太也可以的，女儿都可以。好的，那就是抓紧机会，因为现在你看时间很快啊，你到了这个月底的时候，这个黑五就结束了，只有10几天了。好，我们现在来赶快就进入下一节哈。下一节其实今天是，我们的小编要换一下图哈。我觉得我现在用的图是委内瑞拉的故事，其实我觉得还是蛮那个的哈，蛮抓人的。为什么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要打仗啊。好吧，我先说一下啊，这个美军星期六啊，在太平洋
不是在加勒比海，在太平洋那边哈，把一艘船给打掉了哈，一个国际水域打掉了一个贩毒船，又打死了3个人。那么美军现在已经打了21次船了。摧毁了几十只船只，并且这个击毙疑似毒品恐怖分子，英文叫做 narco terrorist 哈，82人，有3个人这个活下来了，所以呢，基本上就是针对这些被打死的人呢，就是都是跟委内瑞拉的叫做阿拉瓜火车帮跟哥伦比亚的民族解放军这2个毒品贩子有关。现在什么情况哈？现在这个川普这个已经下令这个福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去到这个加勒比海哈。那么然后呢，这个现在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布局有多少人呢哈？对，大概15000到18000人。福特号是美国世界上最大的、最先进的核动力的航空母舰，有75架这个舰载机，然后呢，同时还带着这个5艘叫做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还有本来就已经派去了10到12艘的驱逐舰、巡洋舰、特种作战这个舰艇和跟这个机器人水面这个舰艇和这个空中舰艇，我不知道什么叫空中舰艇哈，还有这个叫做2栖攻击舰呐，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远征部队，那就是4500人，还有一个核动力的攻击型潜艇啊，还有这个 F-35隐形战机，总而言之一大堆飞机啊，这是部署在波多黎各，还有美国的特种部队。总而言之吧，这个海克塞斯呢就宣布在这个南方司令部附近啊，要成立一个叫做新的缉毒特遣部队，叫做南方之矛特遣部队。然后呢，这个国防部呢是把这个行动定义为叫做缉毒哈，但是呢，美军的态势已经远远超过缉毒的打击能力了，所以到底想干嘛？就是要打吗？对呀，就是这个问题，到底要打还是不要打？那么现在这样啊，那个白宫已经连续开了3天会，12号开到14号。那么川普已经说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决定了将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那然后呢，这个针对的目标是委内瑞拉的港口、机场、情报机构和国防部。那然后呢，记者问川普：“你到底真要打吗？”川普又语带含糊，就是我不说。好，那现在呢，就是说，一个美国智库叫 CSIS，他的一个顾问，他就说，美国对川普对委内瑞拉动武的几率已经到5到7成。OK， 那就是已经很可能了。下面有2个迹象哈，一个是这个靠近委内瑞拉的叫做千里达和这个托巴哥共和国14号宣布，将从16号开始跟美国做6天的军事演习，联合军事演习，就在委内瑞拉边上。另外呢，美国多个行政部门的法律顾问已经被要求为潜在的打击行动，那么寻找法律的正当性。然后呢，这就说明要打仗了哈，先把这个理由布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呢，这个太阳卡特尔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委内瑞拉卡杜罗的太阳卡特尔，将被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叫做 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 哈。他说这个组织跟委内瑞拉最高领导层是有紧密绑定的哈，是一个强大的犯罪网络，那么正式被命名为外国恐怖组织，因为贴下标签就可以打了哈，就这意思。所以呢，这个举动呢，显然就是为对马杜罗政权采取军事行动铺平道路。然后呢，这个指定是11月24号生效，10天之后生效，8天之后生效。然后呢，这个国务院就这么说，就是太阳卡特尔呢总部是设在委内瑞拉是由这个马杜罗总统这个伪总统，他是伪总统和他的非法政权中的其他高层人物领导，就基本上就是叫做什么来着？叫政府毒品组织，政府贩毒。他们已经腐蚀了委内瑞拉的军队、情报机构、立法跟司法系统。而且说马杜罗和他的党羽不代表委内瑞拉的合法政府。你听这个话，你弦外之音是什么哈？然后呢，就基本上就是那川普什么态度啊？川普说，Marco， 他说 Marco， 我们的国务卿干得非常棒，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把那个委内瑞拉的政府跟这个毒品这混为一体，你就可以打他了。你打他就不是侵犯外国政权，而是你打这个毒品贩子的意思毒品贩子跟这个委内瑞拉的政府是一体的，就这个情况。所以真打还是真的打吗？这个问题同样刚才说的那个 CSIS 叫做美国战略跟国际研究中心，他有一个高级顾问叫做坎西安，他说美国在那里的兵力刚才虽然说了那么多，根本不够发动入侵。因为真的要做全面战争的话，需要5到15万的军队。现在才1万，现在不到2万。对。所以呢，一个 Cato 的 Institute 的叫做外交政策分析师巴克他就说，其实有点像一个炮舰外交就基本上造成压力不需要全面入侵，就让马杜罗下台。
把权力交出来。他怎么能下台呢？哎，那就说这叫小战而屈人之兵，以前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叫小战而屈人之兵。他只要一打，因为这个马杜罗自己上次选举你知道吧？选举他的得票率只有20%到30%，人家反对派是70%到80%，本来就是人家做总统，他就硬霸着拿着枪杆子，就是说维持住他的总统。但是呢，这个马杜罗政权呢，他现在靠什么呢？因为他把国家经济全搞垮了。就是这个纽约啊也好，这个西雅图啊，他们想干的这个事儿，干到最后就是什么钱都没有，委内瑞拉的油田都开采不出油来，全国赤贫，老百姓在垃圾堆里头找东西吃。结果他这个政权怎么活下来啊？他还活得挺好，他就靠贩毒赚美国人的买毒钱来维持他的这个政权。结果呢，如果把这个贩毒路线打断的话，他叫做什么？你不用大举这个叫做攻进去哈，让他在自身的重量下就会崩溃，就把他的钱截断，就断人的粮道，敌军就溃了，就这个意思哈，断他的钱道。所以呢，只要没有钱，他内部就分赃不匀啊，大家就是利益冲突就会出事儿，就这个意思，会影响到军队哗变。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川普的意思就是说，构筑足够的军队，施加足够的外部压力，然后把贩毒全部截停的话。内部在压力之下就会崩盘。那与此同时呢，这个叫做什么来着？他的反对派哈已经说了哈，我们准备了几个月，我们有一整套计划来接管，让委内瑞拉重新回到发展和这个安全的轨道。那另外呢，这个邻国几乎没有什么邻国愿意为马杜罗辩护哈，很多邻国暗中希望他倒台。唯一例外就是哥伦比亚跟巴西哈，其他像厄瓜多尔、秘鲁、圭亚那和所有的加勒比国家都把委内瑞拉当作主要的威胁。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委内瑞拉3600万人已经跑了800万，全跑到他们边上去了，造成难民潮啊。所以他们觉得根本就是一个区域的一个很不稳定的因素啊。所以美国要把它整垮了那是最好啊。其实美国也来了很多委内瑞拉的难民。对啊，是啊。所以呢，这里头我也再加一句哈，我在前几天的节目中说到一个门罗主义。门罗主义是1823年哈，当初詹姆斯门罗，美国的总统啊，这个门罗啊，当初是华盛顿的副官，你知道，在这个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非常年轻。对，他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华盛顿渡河，对吧？如果你回去看的话，华盛顿站在那个船头，后面有一个捧着那个国旗的，就是门罗。后来也当总统了。对，他在加入这个独立战争的时候，他才18岁。打完之后，独立战争打完，他才23岁。然后后来在后期当法华盛顿这个副官。他后来是美国建国先父中啊最后一个担任总统的人。那他的门罗主义是什么意思？门罗主义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在中国学的课本就是说，叫做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意思就是说，好像说美国要在美洲形成霸权，不许欧洲列强染指哈，其实不是那个意思。他真正的意思是，当时美国人认为哈，欧洲是一个腐败、争霸、不道德的社会。我们美国是一片净土，美洲是一片净土。所以呢，美国的美国的自由哈，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自由要延伸到西海岸。这就是推进美国西进运动的这么一个力量，内心的力量，根本不是为了攫取土地啊，是为了霸权。然后呢，让美国变成一个自由的美国，然后再从美国向整个西半球延展，是这个意思，完全不是为了霸权，对不对？你如果为了霸权怎么样？那从那到后来怎么没有霸权？怎么军队不出去啊？就是没有。他的意思就是说，欧洲列强，你不要染指把我们这个半球搞坏啊！这是我们美洲人的这个美洲。所以呢，其实中共啊，你知道，在巴拿马运河想去左右巴拿马运河啊，在古巴搞就是古巴搞共产主义啊，包括委内瑞拉搞社会主义，而且中共现在在委内瑞拉几乎已经接管委内瑞拉的经济了。那这种做法都是非常犯美国人的忌讳的。但是呢，只有像川普这种啊，他的思想跟门罗是接轨的，他才会出手把他们全部清干净。对，所以呢，巴拿马运河美国一定要拿下来。你在我的后院搞事，我怎么会让你搞呢？虽然拜登愿意愿意不看重，奥巴马不看重啊。你看着因为有的观众朋友说，很多时候还是看着观众朋友说。可是上次有观众批评说我不看新田呢，所以我提醒你一下。OK， 好，我最后说一句话，一个小观点哈，你知道为什么美国不打击古巴吗？为什么？也是美国后院呢，搞共产主义。对呀，美国不打击古巴，迄今为止不打击古巴。为啥？因为古巴学得很乖，他不敢去伤害美国，他蹲在美国的后院，可是他规规矩矩啥也不敢干。所以古巴到今天也没有被列入叫做主要毒品这个生产跟转运国，也没被指定成这个毒品恐怖组织的一部分。然后前几天把那个上个月把中国的这个芬太尼的大毒枭王哥是吧？布拉德王还抓到移交给美国。所以古巴就是在人家后院，他知道规矩，
所以川普才放过他。就你不坏我美国啊，把我美国搞腐败了，把这个毒品进来，把我们这个叫做杀害我们的年轻人，所以他就放他一马。结果这个委内瑞拉马杜罗还敢一直往美国运毒，那川普会让他的，绝对不让。所以门罗主义再加上保护美国的这两个东西哈，那基本上绝对不会让他生存下去哈，只是这个方法是怎么回事。其实你刚才讲到，就是像这个委内瑞拉这种南美的难民泛滥，对不对？其实再加上这个非法移民，现在就是真的对我们华裔啊，包括我们华裔在内的，就是有切身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看到一个报道哈，当然这个是《纽约时报》报道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有些报道还是可以参考一下。他说呢是在过去1年里啊，警方在好几个州，包括佛罗里达、威斯康星州、俄亥俄州、科罗拉多、宾夕法尼亚、俄勒冈等等州，其实也包括纽约哈，都报告了这种专门针对亚裔的商家和家庭的入室抢劫，而这些团伙他们就发现这是有组织的，因为都非常的相似这种手段。他们就说，这个嫌疑人呢都是来自南美的，尤其是那些非法移民或者是签证过期、逾期不离开美国的。所以你看，就是这就说我不知道，我们朋友里面哈，就是可能大部分也许是反对这种，就比较支持川普的移民政策，但也有可能，对吧？就觉得说，哎呀，美国是移民社会啊，对吧？为什么移民国家为什么不让这些人过来？但是你就看看哈，像这样的事情，其实真的发生到谁的身上的时候，可能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对，像在法拉盛啊，据说前1-2周啊，就是连续发生这种华人或者亚裔的餐馆遭窃，而且什么时候遭窃你知道吗？什么时候？就在下午4点到7点之间。为什么这个时候餐馆特别忙，在前台忙，结果后门就被人家 break in， 就餐馆里都是人，有人在会 break in 的。break in， 然后就是外面就是翻箱倒柜抢劫一番。到有的说我也听了也蛮好，就是也有点不可思议，说甚至说藏在马桶里的珠宝都被他们翻走了。哇，华裔会把珠宝藏在马桶里啊？这是报道里面说的。Anyway， 但是就是说，其实有些就是家庭也是的，就是亚裔就已经被盯上了。因为很有可能呢，就是说有一种他们就知道说嘛，华人亚裔喜欢把现金放在家里，把珠宝放在家里，所以他们就盯上了，你知道吗？不光是珠宝，对，现金，对，很多是，就华裔呢就喜欢在家里藏钱。对，就是说放在家里不一定放到银行里去，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已经被这种犯罪团伙，而且他们就是真的很有组织。像在一些城市，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会就是说，他们就比如说到一个城市，然后就租下一个 Airbnb，然后他们就开始在这个社区里面观察，他们会盯着这些业主、商家、店主，你知道吗？看看就观察他们的这个行动路线啊、时间表啊，还会在附近的树上装上监视器。天哪！然后呢，就摸清之后就抢劫一番，就踩点，抢劫一空，把这个社区、这个城市抢劫一些之后，移动到另外一个社区、另外一个城市。天，这是有组织的犯罪啊！所以你看看，就是说像这种非法移民泛滥，对吧？还有这种逾期不归，那包括毒品，对吧？这种入室抢劫，真的是跟我们是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判断这些政府的政策的时候，对吧？其实真的要好好的去考量这些方面。好，刚才有观众说叫做多米诺骨牌开始了哈，东西海岸美国这个叫做多米诺效应2010年 YUT 有这么说，还有这个 FCY 说美国东西两岸相互呼应啊，美国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说的确实没错。你知道这些事情出现是个好事，你知道吗？为什么？为什么是好事？是警钟吗？你觉得是为什么是好事？有朋友就是觉得说，像纽约，他们就是他因为实在是就是想要试验嘛，试验了不成功之后才会回头。对，没错，一个试验田你要等它，因为纽约很富啊，你知道吧？刚刚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开始大家都很高兴，就跟那中共1950年夺取政权一样，打土豪分田地啊，不是就是分人农合作社，是不是？先把人家富人的土地一分，那穷人不高兴啊，他会高兴几年，然后呢，这就是这个社会主义的前几年都还 OK，纽约的钱特别多。
所以一时分不完呐。所以多几个实验田，有那么3-4个实验田，哪个实验田先一穿帮，那大家就说哦，因为美国人就是需要这种震撼教育。当然你别搞到全美国震撼教育，那就沦陷了。但是那么搞几个城市弄，那也挺合适的。这就叫做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那个叫什么免疫针呐，就是那个防疫针。什么叫防疫？就是打那个病毒，死病毒打进去。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性是越来越多的会发生啊，越城市会发生。 Probably not。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不会，是吗？只有几个城市他们攻得下来，一旦攻得下来做实验，穿帮的这个时间就会提早。只要一穿帮，美国人就说 OK，got it again。因为所有这些人都会认为说这个社会主义他们没搞好，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看来还是一样的，绝对一样。你知道那个曼达尼他还没上任他不是在那个竞选胜选之夜的演讲非常的铿锵有力，还特别针对川普挑战嘛，校正川普，结果他马上现在就改口了，改口说他要跟川普合作，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要钱吗？对呀，所以他所承诺的这些免费这个免费那个的话，其实大部分都不是他能够决定的，就至少有很多像加税甚至连这个他的免费公车，他是要他们的大都会这个运输局来通过的，他连这个都不是说我是一个市长我就大权在握，他控制不了那个董事局，对，他控制不了。像那个租金也是，他也有一个租客的什么委员会，当然这个租客委员会里面呢是不同党派的都有，那尤其包括纽约很多的钱都是要从联邦拨款的嘛，那其实川普蛮淡定的，你发现没有？这一次对，结果他就是已经改口了，所以他们有的人说他已经向川普下跪了为了要那个钱呀，就我们只能再看看吧，就是说假如说他真的就是说因为这个现实所迫，他就真的就是说不一定去实现那些政策的话呢，那不就需要第二个实验田吗？第二块实验田吗？对，这是我的意思吗？但是我看到一个就是有人也评论比较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他为了当选，你看 promise 承诺这个承诺那个，还向川普，结果反转生来之后，他不搞社会主义了，是这意思吗？不一定说不搞社会主义，他就是说他就不去真的去承诺，就是说去遵守他的承诺，这个不就是欺骗吗？那他还可以继续做欺骗。Well， 他不搞社会主义呢，当然也是好事。他搞社会主义呢，也是好事。问题是，你看他现在任命的2个人，第一副市长，他还有个幕僚长，我做过一期节目专门分析这个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在这个范伟频道还没有看过的所以现在已经也有至少大概2万多的，在我的频道有2万多，刚看是蛮多的，就是分析。他到底会怎么执政？就从他任命的这2个重要的人选官员来开始。然后呢，我还有就分享一个在曼哈顿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他的看法。他就说他们简直，因为他的幕僚长也是一个这种搞社区活动的。他说其实他们这个政府就是像哥伦比亚学生会俱乐部来做这个政府，做这个市政府。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他分析还是大家看了还觉得蛮有。好，这个节目看完之后马上去看一下方伟也去看一下，因为方伟还没看呢。那个。你经常说你不看我节目。这个节目完了之后就去看好哇，梁玉金说纽约市人自找苦吃。AYJ 说川普跟众议院议员Marjorie Taylor Greene 决裂了是否会影响共和党内团结的气氛？尤其是明年2026年的中期选举，很令人担心。你怎么看？我觉得会影响，但是很小。为什么？因为 Marjorie Taylor Greene 他在 MAGA 里面也是很比较猛了 vocal 的对，比较太猛了，我觉得太猛了。不过我今天有看到，因为他选不上的话就是另外一回事嘛。他向川普道歉了。今天吗？他道歉了，对，他道歉。哪一天？昨天晚上没有哦。今天道歉了。对，他道歉了，然后他说他还是对川普忠诚的，这么说。具体我没有时间看，我就看到一个标题。对吧？这当然对这个对 MAGA 是一个损失了但是呢，就看这个事情是
怎么样了哈？对，怎么样收尾啊？嗯，我看到好多222，嘿。你不是说已经这个话题结束了吗？他们自己要写222，那我不能阻挡别人，对不对？没有，可以理解，在方伟的有人说家里频道这里，对吧？对，反正我得了再多的2周，是因为这个叫做地主之力哈。所以呢，为了这个没有方伟的粉丝，当然为了就是打抱对你很不平呢，认同啦。就可以去没关系赶快我们都是一家人新田面对面去点击一个订阅哈。其实刚才有观众朋友问我说，那个叫做爱波斯坦。爱波斯坦这个事情那么热，方伟为什么不讲？对啊，我不知道我觉得不想讲其实我这个事跟你讲，情，我告诉大家不想讲的原因是什么？你要等我讲完，还是你先讲？你先讲。不想讲就是。其实我听你讲过，所以就是个破事儿嘛，知道吧？这个破事儿涉及谁？两党都涉及。那么川普呢，不想让这个炸弹炸开，他为国家考虑嘛，就不弄。结果你不炸开，人家就说你有鬼，就顶他。尤其就这么回事嘛。我2句话就讲完了。尤其在这个保守派支持者里面，他们有些人对这个事情非常的 care， 因为说川普竞选的时候有承诺嘛，对要把他这个文件公开的，这个案件公开的。为什么承诺后来没做到呢？因为川普承诺的时候也不知道这里头有多大，结果一看非常大，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啊，不是非常遗憾的事情，非常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那么太大了，他一弄出来的话，真的会晃动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那个哈，所以川普想。就是一个破事儿，他就别弄了，他别弄了，人家就觉得是你的问题。对，我刚刚看到，我也是没有时间看具体的哈，看到新闻标题，一个呢就是说是川普要司法部去调查要调查克林顿，对，就是民主党的，然后结果呢，克林顿又跑出来说跟他没关系，就是对，因为我讲这个逻辑哈，大家听我说啊，我并没有实际的证据，但是我的感觉也许是对的，也就是川普不想公布啊，他不想让这件事情炸倒这个高层一大片，这高层一大片，他们就在说你在保护谁？这高层一大片，其实你知道啊，什么人都有，肯定很多民主党人，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这么说？对，如果不是的话，拜登早就炸了。对，因为拜登不炸就反推。对，不点炸弹，就说明里头很多民主党人。那川普就是看了这么多，为了国家考虑，就不公布。不公布呢，结果民主党看你，他就觉得他不敢公布，他就反而来顶他，川普就火了。那既然这样，那就查你民主党人好了。整个逻辑就这么回事儿。我想我的判断，我觉得应该没错哈。对，就这么回事儿。我也比较认同。对啊，所以这种都破的是破事儿，都说无益。对，因为其实你想，川普上任之后，他要多少事情去 handle， 对吧？有可能就像你讲的，他一看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吧？这个所以弄出来也不是什么，就是可能会乱。那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有那么多的国内国外的这些事情要去处理，对吧？这个都是民生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呢，就是目前也很不幸，就是有一些保守派的人，包括 MAGA 的人呢，对这件事情紧追不放。赵金廷说：“你这什么判断？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下令公布全部文件。”是啊，我其实说实话，你要问我的话，我认为他应该公布。但是我看出他不想公布，我觉得这事儿就没啥意思了，因为他就是也许里面确实有我们对，如果是真的不知道的一些。对，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公布哈，因为反正我觉得是会这样。对啊。但是他的考虑，就他的考虑。对，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不在其位的时候，你没有，就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看到他所看到的东西，对吧？反正这件事情我也不太想替川普辩护，我就觉得我看到他已经 made up his mind 了。对，其实我回过来想啊，我觉得真的就是说，真正的对我们民生啊，这些，尤其现在目前美国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看这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虎视眈眈，不仅说是渗透，已经是进来要掌权了，对吧？来，就是说鸠占鹊巢。对，就是更重要的事情是哪些？但是我认为不道德的事情还是应该公布。my opinion 啊，my opinion。他不想公布，我就不想再啰嗦了，因为就这么回事儿啊，这个破事儿。但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公布。Anyway， 好吧，那个刚才有说那个有观众朋友Gina说10月27号买的蓝莓优品黑参系列到现在没有收到。UPS 有时候把产品放在外面，我担心被人拿走了哈。好，这个我怎么办？对。Gina 是这样的，您是10月27号的话呢，应该因为10月份订的应该是这一批11月刚刚到货的
就是发货。你这样就是说，如果你把那个你的订单号写在下面，订单号因为不会泄露任何，写在下面的话，我可以帮你去查。好吗？然后其实，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能联系上你，最好就是说给我们发个 email， 对吧？对你发个 email， 把你的订单号发到我们的 email 呢，然后我就帮你查了，可以回。我基本上90%啊，我可以跟你说，就是他们就在前2天刚刚寄出，因为前2天呢，因为要通关呐，就很多手续，所以呢，就是在星期5、星期6的时候，我知道蓝莓优品他们在打包。发了就是一大批出去，因为就知道大家在等着嘛，就拿到货后马上2天之内，就集中精力。那他10月27号下的单，现在会寄到了吗？在路上，因为刚刚就是星期5、星期6刚刚寄出去。再耐心等一下吧，对，再耐心等一下，再等个1周，好吧？对，如果你实在很想知道，你就发给我们一个 email， 他肯定会回，好吗？对，我们会回哈。对，我们会去查这个 email。好吧，要么今天说到这里了，说了1个小时了。啊，已经1个小时了，那这个不讲了吗？还有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跟移民政策，华人有关系，赶快说一下。对，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川普政府据说呢正在酝酿一项重大的移民政策的调整。是什么？这个是跟申请这个绿卡庇护都有关系。OK，是什么呢？总一句话来说呢，就是说国籍会列为这个一个负面因素，可能会被额外扣分的。就是国家不好的话，对，国家不好就不让你移民。哇哦。对，那可是国家不好，常常就是反而是迫害更严重啊。这个具体的呢，他是这样讲的，但是他政策还没有全部公布哈，没有正式公布。那么它政策的核心呢，就是说旅行禁令国家是被列为移民审查的重大负面因素，就是现在已经被列为旅行禁令的国家。到目前这个国家呢，主要是这什么阿富汗呐、刚果啊，什么古巴、老挝这些，应该还没有包括中国。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还是值得知道一下的。就是川普政府计划要求美国这个公民和移民服务部在审查某些绿卡庇护假设以及其他依赖自由裁量分析的移民申请的时候，把这些特定国家因素视为重大负面。简单我知道这意思了。简单就是这些国家的移民我不想要，对吧？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限制的类型包括就是说。它怎么限制一个是完全禁止某些国家公民获得某些类别的签证或永久入境资格，还有限定特定的类型的签证申请，加强背景审查，但是现有签证绿卡持有者和部分人群可以豁免。OK， 所以呢可能会导致这个拒签潮就是签证会非常的困难。其实我们现在从不同渠道都有发现，包括就是华人在不同国家的，来美国不容易了。对，来美国真的没有那么容易了。那受影响的类别申请呢，包括家庭类的绿卡、工作类的绿卡、庇护是什么？特别依赖自由裁量的行政批准部分。我觉得这个不包括政治庇护，对吧？它是自由裁量的。对。然后呢，还有临时保护假释，还有就是各类需要官员主观判断的移民福利。那么不受影响的类别包括入籍申请、某些不涉及自由裁量的强制性批准项目。好吧，反正不涉及中国，对不对？里面目前是不涉及中国，那还好。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为什么这个还是值得知道一下的我就发现其实川普政府以后他的这个移民政策会越来越紧，包括 H1B，包括留学生，都会收紧。对，前几天川普说要60万华人留学生，你怎么看？中国人，我觉得他随口一说，随口说的不一定会执行得下去因为他下面会有很多反对力量。如果反对的话，川普不会拍着桌子说你一定要给我60万，他不会的，他就算了川普只是个商人总统，他会不会也是放话给中共听听，也作为一个谈判的杠杆？我觉得没有，没有他就觉得嘛，这可能有些大学就要垮了，多来点学生，就是这意思。对，他就是商人，对商人的那个，对呀。反正川普这个总统很有意思就是了，one of a kind。他完全很商人化也不行是吧？
对，就凡事都是一个度嘛啊。对。但是呢，川普的内阁内呢反共的力量非常大。所以呢，他说的这个东西很难落实哈，但他说也就说了啊。但对华人来说，确实有人欢喜有人愁哈。是这个问题。好吧，今天说到这里了，好不好？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真的就是我们了解美国的价值，对吧？了解美国价值，我们有正确的价值观，那个之后呢，他不管你去入籍也好，你去申请，这种身份也好，他以后他会做背景调查，可能更严格，或者说有面试的时候更严格。但是如果就是说你从内心的话，对吧？真的是认同这个我认为哈，你要天天看访问节目的话，你看上3个月。你任何入籍或者被川普政府质疑的考试，你都可以过得去，是不是？对。所以大家订阅一下哈，订阅我们的这个节目啊，走之前能够点个赞，好吗？还可以，可以就是来订购一下方伟的书嘛，对吧？关于美国宪法的书，还有关于那个裸体的共产主义。共产党这个书，对，其实过几天给大家推吧。对，学好了之后，真的就是我觉得说白了，美国就是需要这样的人，多了解这些知识的人。对，其实真的就是从自己来说，也真的能够在这个国家能够生活的更加的觉得融入这个国家哈。对，好的，好，感谢大家的收看喽，那这样了，谢谢大家。明天早上这个早安美国的节目哈，我们再见，好吧？完了之后赶快到网上看一下黑五的抢购，真的抓住这个机会呀，很多的这个买多。就说多买多送，满额赠送，一年才一次，对，但是它也是有限量的，我知道，所以对呀，赶快抢购。好 ，OK， 好的 ，OK， 梁玉金说爱美国啊 ，We all do，Yeah，OK， 拜拜 ，Thank you，See you tomorrow。哎，你看最后还有一个2，你怎么就是一定要说一下 ？ZL 黄，好棒，See you next time。